3年已到，佛子大人，我们的缘分已尽了。什么意思？我那死了3年的夫君要回来了，我得回京城做我的世子夫人。我们以后不要再见了。以后若是有难处，便拿着这块令牌去华夏钱庄，掌柜的会帮你。与这净山寺高高在上的佛子大人耳鬓厮磨了2年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但没办法，谁让我是这本书里的炮灰女配呢？剧情要开始了，我该回去扭转我的命运了。楚婉婉，你好样的！来人，王爷，传令下去，本王要回京。我那个名义上死了3年的世子夫君谢怀安，今日荣归故里，还带了他心爱的女人回来。今日必有一场硬仗要打了。这是世子夫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回世子夫人，世子爷回来了。哪个世子爷？咱们侯府不是早就没世子了吗？好你个毒妇！刚进门就克得我儿生死不明，如今我儿凯旋而归，你竟在咒他死！哎呦，我侯府是造的什么孽呀，才娶了你这个丧门星！连书里的谢夫人也是这样闹了一出，就为了坏我名声，才好顺理成章贬妻为妾，帮助谢怀安迎娶新欢，而原主最终也被害得郁郁寡欢，一命呜呼。婆母，你在说什么？而且怎么听不懂？夫君，他不是早就在3年前，为了救我那吴姐姐，连拜堂都顾不上，最后身中数刀而亡了吗？他怎么会还活着？说什么呢？别在外人面前造谣。婆母，夫君若是还没死，为何3年都不回府，让我一介女子孤苦无依？难道说夫君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？难道说夫君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？说起来，这楚大娘子可是真惨，因为婚约被迫从太师府下嫁到威远侯府来。谁知这侯府世子心悦的是楚家那个假千金楚清幽。是啊，听说新婚当夜，世子收到楚清幽被绑架的消息，丢下楚大娘子就离开了。再后来就传出世子爷和楚清幽一同生死的消息。这次回来闹这出，怕是觉得正妻爱着他迎娶新人了。你们别胡说八道！世子爷回来了！世子爷回来了！玉，楚清幽，楚家报错的假千金，夺走原主的一切，令他惨死，等了3年，看我怎么让你们这对狗男女曝光在众人面前。母亲，真是生了你这个讨债鬼！一走3年，你心肠怎么这么狠呢？你母亲，是孩儿不孝，前线正苦焦灼，
孩儿只得以假死的名义深入敌后，让母亲担忧。其实就是为了更方便和楚清幽偷情罢了。前线那么多士兵，哪有非要让一个侯府世子假死的道理？世子爷，楚婉婉不是楚家从乡下接回府的黄毛丫头吗？3年不见，怎会有如此倾国倾城的姿色？世子，母亲，府外人多，我们回府说吧。婉儿说的对，有什么话回府里说。走。无视我，真是演都不演了。谢怀安，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哟，老奴该死，老眼昏花，冲撞了贵人。这不是楚家那个假千金，楚大娘子的姐姐楚清幽吗？不是说早在3年前，他就和世子爷一起殉情死掉了？难道他们2个在3年前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了？嘿，不要脸的狗男女！可惜了楚大娘子，守了这么多年的活寡。妖女，府中的女主人你也敢冒犯，找死！且慢，谢怀安，3年前谢家替你迎娶的世子夫人是我，现在当着全京城人的面，我想问问你，她楚清幽算哪门子的女主人？楚婉婉，注意你的言行。幽儿身子弱，若是因为这点小事受了惊吓，我唯你是问。小事？谢怀安，你带着楚清幽在外私奔3年，现在一回府就当着何府上下的面承认楚清幽是女主人，甚至不惜为她打伤侯府老奴。我想问问，这叫小事吗？楚婉婉，你可别忘了，若不是当初幼儿心善，将婚约让给你，你还没有资格站在此处大放厥词。3年前侯府示威，侯爷为解燃眉之急，以婚约相携楚家嫁女，楚清幽不愿，楚家才让原主替嫁，如今倒成了他大度。楚清幽，现在当着大家的面，不如我们来聊聊当年的事。怀郎，你别说了，我没事的，这位嬷嬷也不是故意的，你别为了我与妹妹伤了感情。幼儿，你就是太过心善，不像这个楚婉婉，最是恶毒。怀安，不可对你的妻子如此无状。怀安，不可对你的妻子如此无状。见过祖母。怀安，见过祖母。安儿，长大了，颇有你父亲当年的风范，只是这看人的眼光还是太差。祖母，3年前你不辞而别，是婉婉替你守着谢家的香火，操持侯府上下。婉婉于谢家劳苦功高。至于这位楚大小姐，念她伴你多年的份上，就按贵宾之礼安置在迎松阁吧。不行，如果我今日真的以客人的身份入住了侯府，那就是低楚婉婉一等了。日后就算做了侯府夫人，也会被人诟病的。幼儿，没事吧？别吓我。楚婉婉，别以为有祖母给你撑腰就高枕无忧了。如今幼儿怀了我们谢家的骨肉，她今日和孩子若是有什么3长2短，我唯你是问。她今日和孩子若是有什么3长2短，我唯你是问。幼儿，那我回府。深渊，天哪！那他们岂不是还未成亲就……就是啊，这种事都看得出来。怀孕了，原书里似乎没有这个桥段，是楚清幽为了绑住谢怀安故意为之，
还是我的到来改变了什么？婉婉，这件事儿是安儿对不起你，之后我定让他给你个交代，你就多体谅些吧。体谅贱男渣女，那是菩萨做的事，我要做的是送渣男贱女去见菩萨。也不知主子是怎么了，明明是万人敬仰的摄政王，却多年入寺，常伴青灯古佛。现在世人都要将他忘得差不多了，又突然下山来威远侯府门口看笑话。主子，咱们接下来去哪？传令下去，此次大燕边疆大胜，为犒劳三军，本王决定宴请从5品以上官员，携家眷，共赴后日的接风宴，以示章赏。是。楚婉婉，抓到你了。怎么了？一大早的垮着个小脸，谁惹我们青莲不高兴了？夫人，亏你还笑得出来。昨夜迎轩阁那位说是动了胎气，世子爷整夜没合眼，守在他身边，今日院子里都传遍了。我还当是什么事儿呢？夫人，他就是故意膈应人的，不要脸的骚狐狸精，我呸！好，敢让我们青莲不痛快，我也得让他们不痛快。桂嬷嬷，传我的令，把夫人、世子爷还有迎松阁那位的吃穿用度都给我断了。既然世子爷回来了，府上日子也该好过了，也用不着我的嫁妆了吧？还有，把这侯府3年来用我多少嫁妆都给我统计出来。是。可是夫人，这样会不会惹恼世子爷啊？怕什么？偌大个侯府，还要靠我的嫁妆度日？说出去也不怕别人笑话。行了行了，一大早的，别提这晦气的事。对了，夫人，这是宫中送来的请帖，说是边关大捷，摄政王爷为官员们举办接风宴，世子爷也在邀请的名单之中。摄政王亲自设宴？是啊，夫人，这往年的宴会都只请文武百官，摄政王也从未现身过。可这次宴会不仅是摄政王亲自宴请，还指明了要官员携带亲眷赴宴呢。原书里的摄政王面容俊丑，身姿伟岸，以一己之力令兵临灭国的大言起死回生。我传来2年还从未见过，不知道比起径山寺那位佛子，谁更胜一筹。夫人，老太君请您过去一趟。青莲，收拾好东西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婉婉见过祖母。起来吧，婉婉，听说你断了你母亲和安儿的吃食用度，可有此事？回祖母，确有此事。楚婉婉，淮安带回来自己喜爱的女子，大丈夫3妻4妾乃是常事。你如此的拈酸吃醋，哪有半分当家主母的样子？既然母亲觉得儿媳没有当家主母的样子，那这场家宴，母亲还是收回去吧。你说什么？算你还有自知之明，既然不知道该如何整家，就别乱下命令。当初原身的10万两嫁妆，就因这掌家权，被谢府1年花了8成。幸好我这2年做生意赚了足够多的银钱，潇潇洒洒和佛子大人共度了2年时光。胡闹！找家权怎么能说交就交？青莲，还有这些，是我嫁入谢家3年，用我嫁妆开支的所有明细。既然夫君已经回来了，那便把我的嫁妆补上，悉数退回吧。
用你的嫁妆。母亲，他说的是真的，他说的是真的。我只不过是从中抽出一些补贴家用，你也知道，自从你离府，府中就银钱紧缺呀。我觉得婉婉说的有道理。既然安儿回来了，这府中的生计也该担起来了。哎呀，母亲，这可不行啊！安儿接手掌家权，那以后府中的开销不都得他出啊？安儿哪有这么多银钱嘛？夫君从军3年，这每个月奖钱总是有的。若是传出去，夫君荣归故里，却还要靠夫人的嫁妆来补贴家用，恐怕不好听吧？好了，你不必多说，不过就是府中的日常支出吧，能有多少？我乃堂堂大言将军，自然是承担得起。至于你的嫁妆，等朝廷赏赐下来，我一并还你。打肿脸充胖子，等你知道府中每月开销多少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说出这种大话。既如此，那就这样吧。对了，明日的接风宴，摄政王设下可以带家眷的规矩，安儿，你就带着婉婉一起去吧。祖母，婉婉是你的正妻，你能带着去赴宴的家眷，只能是婉婉一个人。若是让我知道你带着不三不四的女人去，我就不认这个孙子。是。唉，我也乏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世子爷，楚大小姐说有些腹痛，却怎么都不肯让大夫诊治，你快去看看吧。简直是胡闹！怀孕了还这般任性。夫人，您把掌家权交出去，万一世子爷把他交给迎孙阁那位怎么办？傻瓜青莲，你以为谢家主母是那么好当的？传令下去，以后谢家的所有开销一律走谢家公账，休想动我嫁妆1分钱。幼儿，幼儿，你怎么样？世子已经用良人相伴，还来迎孙阁做什么？幼儿，怎么会呢？我对你的爱，天地可见。婉婉妹妹长得那么漂亮，怀郎当真没有一丝心动吗？纵使她楚婉婉长得再漂亮，在我心里，她永远比不上你。怀郎，我就知道，我没有喜欢错人。对了，怀郎，我听说明日摄政王设下的接风宴可以携带家眷，想来我已经有3年没有参加过宫中宴会了，你带我去可好？刚刚祖母已经交代过了，这次接风宴，我只能带楚婉婉去。不过你放心，明天上午你喜欢吃的饭菜，我一定会帮你带回来的。谁稀罕宴会上那点吃食？我重生回来是要惊艳四方，圣上赐婚，风风光光回到权贵人家视线里的。幼儿，幼儿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了？我注意你喊郎中。怀郎，我没事儿。怀郎，我只是突然想到，2年前边关战乱，我们被迫扮演普通百姓的日子，那个时候我们像寻常夫妻一样，过着平淡又幸福的生活。幼儿，你放心，我定会守护住你们母子2人，绝不辜负你。
接风宴的事儿，我再想办法。我出生一世，早早怀上孩子，就是看中了谢怀安身上的皇帝气运。我一定要在宫宴上得到圣上和摄政王亲引，名正言顺嫁进侯府。夫人，他们这不是欺负你吗？你才是世子夫人，那可是主车。老太君不是说不让带他去吗？随他，各走各的路就好了。听说楚婉婉在乡野长大，可这通身的气质，便是京城贵女也未必能及。妹妹，我这些年与怀郎一同出入习惯了，今日宫宴又是去见贵人，我跟着好照应一二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一个无美苟合、珠胎暗结的外室，谈何照应？别拖后腿就好。楚婉婉，注意你的言辞。今日的宫宴可是摄政王宴请，你若是不懂礼数，得罪了摄政王，就算借我们谢家10000个胆子，我都保不住你。放心，世子不用保我，你俩锁死就够了。你。王夫人，久仰大名。这位想必就是威远侯世子夫人了。这位想必就是威远侯世子夫人了。谢世子此番战功赫赫，世子夫人也是苦尽甘来了。王夫人谬赞，都是陛下洪福，摄政王调度有方。我这个正室夫人还在场，某些人就一副主人派头，骑着冒领身份，也不怕闪了舌头啊！你不是世子夫人，谢家怎能这样无礼？我认错了人，也不解释一下，存心戏耍我呢？王夫人，不是那样的，真是晦气！怀郎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无事，坐吧。楚婉婉，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，今日摄政也会参加宴会。你要是再这般刁蛮无礼，得罪了贵人，我定将你扫地出门。世子放心，若是起了冲突，我相信摄政王处理问题一定不会像你眼盲心瞎。楚婉婉，你摄政王到！他是摄政王。怎么感觉如此熟悉？参见摄政王。平身吧。圣上尚且年幼，早早睡下。今日便由本王为3军将士接风洗尘。各位辛苦了。为国效力，死而后已。摄政王莫非是对我有兴趣？若是我能吸引到摄政王，岂不是更轻松就能享受到一辈子的荣华富贵？将士浴血，功在社稷。然诸位家中妻室安顾后方，一功不可没。
故论功行赏，夫人们亦当统目。兵部侍郎李崇武督运粮草有功，擢升兵部尚书。夫人张氏赏玉璧一双，绸缎白匹。谢王爷。这位摄政王有如此远见卓识，果然非等闲之辈。威远侯世子谢怀安率军奇袭敌后，斩敌求胜，擢升神武卫大将军。夫人处事赏赐黄金100两，绸缎白匹。末将谢怀安携夫人叩谢陛下，摄政王隆恩。楚婉婉，这么一个宠妾灭妻的男人，竟让你不惜抛弃我。免礼吧。为何总觉得有一股莫名的寒意？谢摄政王。谢世子，这二位哪位是你的夫人？回王爷。臣妇楚婉婉，见过王爷。哦，那这一位是妾身清幽，见过摄政王。谢家真是好大的胆子！这接风宴乃是为了表彰浴血将士和家中正妻夫人而办，谢世子携外室入宴，可是在罔顾国法，藐视圣恩。不是，没有。王爷息怒，此女子并非微臣的妾室，而是我夫人的姐姐，楚家大姑娘楚清幽。她只是想来见见世面，不曾想惊扰各位贵人，还请王爷明鉴。原来是3年前跟谢世子殉情私奔的楚家假千金呢。这是真千金做不成了，又跑来偷人家正头娘子的人来了。晦气，假千金而已，算哪门子姐姐？这般矫揉造作，定是那见不得光的卑贱外室。对于此事，世子夫人怎么看？回王爷，妾身的姐姐没见过世面，惊扰了诸位贵人，一切全凭王爷处置。世子夫人果然如传闻所言识大体。奇怪，我从未见过摄政王，他怎么与我说话的语气这般熟人？好，那便罚他杖责3时，好好学学宫中规矩。世子夫人觉得如何？妾身觉得甚好。你幼儿别怕，我会护着你的。千错万错，都是末将的错，是末将思虑不周，连累了楚姑娘。末将此番边疆微末之功，不敢倨傲，还请王爷开恩。末将愿以军功相抵，不求任何的奖赏，只求王爷能够宽恕幼儿一次。这个谢世子为了个外室，竟做到如此地步，不惜以军功相抵。谢世子的正室夫人还在大殿上呢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这让楚大娘子情何以堪呢？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本王成全你，剥夺威远侯世子谢怀安的全部军功，赏赐全部用作前线军饷。王爷，本朝素来不耻宠妾灭妻的风气，今日宫宴，本王就让谢世子做个表率。来人，来人！王爷，带着谢世子去宫宴门口跪着，跪到结束为止。王爷，王爷！宴会继续。青莲，夫人，你亲自送楚清幽回府，
今日大殿上发生之事，务必一五一十的禀告老太君。青莲明白。青幽姑娘，跟奴婢回府吧。哎，谢夫人，摄政王有请。摄政王请我？是的，夫人，摄政王请您到后院一叙。无论是原主还是我，到目前为止都跟摄政王没有任何瓜葛，为何会请我？烦请带路吧。是，夫人请。夫人请在此地等候。神神秘秘的。谢夫人，好久不见。神神秘秘的。谢夫人，好久不见。范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召见我的不是摄政王吗？摄政王不会来。你说什么？摄政王刚刚派人传话，说身体不适，已经回王府。摄政王这是什么意思？耍我吗？怎么，来的人是我？谢夫人很失望。我不会，只不过这里是皇宫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。你快走吧。你在担心我？我不是在与你说笑。今天是摄政王举办的宫宴，如果我们被人发现了，摄政王只要动动手指，就能让你我人头落地。我还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呢。原来你也有怕的时候。你不走我走，反正我不能被人发现。紧急之事，需赶回径山寺，送你回府的马车备在后门，不必担心。说好的不再招惹，居然没忍住，又跟他……算了，天色已晚，还是先回府再说。楚安婉，楚安婉，你站住！楚安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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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大的胆子，都是你干的好事！楚安婉，好大的胆子，都是你干的好事！我干什么了？幽儿只是想去参加宫宴见见世面，你却跟摄政王告状，你真的是恶毒至极！我恶毒？他楚清幽先是在王夫人面前冒领世子夫人的身份，然后又为了出风头，自己在摄政王面前丢人现眼。他种种行径，你可有阻拦？我幼儿第一次参加宫宴，难免会紧张了些，又不是什么大错。若不是你在摄政王面前随便答应，他怎会差点受到杖罚？哎，今日在大殿之上，我若不答应摄政王，此事若是牵连到侯府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再说了，那摄政王权势滔天，他的想法又岂是你我能左右的？且不说我没有跟摄政王告状，就是你和楚清幽做出那等暗度陈仓、丢人现眼的事情，我若是告了状，便又如何？你终于承认了吧？果然是你！你听不听得懂人话？我什么时候承认了？楚婉婉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既然是你跟摄政王告的状，那你去跟摄政王澄清。我跟幽儿的事都是你的诬告。走。谢怀安，脑子有病就治病，少在我这儿发癫。
楚婉婉，等你去跟摄政王成亲了，我自然会放你走。好啊，我也可以去摄政王那里帮你们成亲，只要你答应我2点条件。你说，什么条件？第一，把这些年你们侯府用了我的钱给我尽数吐出来。第二，我们和离。什么？你要跟我和离？没错。楚婉婉为我守身3年，怎么可能是真心和我和离？还说什么嫁妆，定是欲擒故纵的幌子。如今我刚被摄政王判了个宠妾灭妻的名声，赏赐也没下来，此时和离实在不妥。怎么样，世子爷，考虑清楚了吗？楚婉婉，你少跟我欲擒故纵。既然你嫁到我们侯府，我自然会对你负责。你想跟我和离，想都别想。好，既然世子爷这点条件都不答应我，那我就只好再去摄政王面前抖落你的丑事了。楚婉婉，你敢？放开！你别以为你激怒我就能引起我的注意。我告诉你，本世子平生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自作聪明的人。谢怀安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切勿讳疾忌医。哼，楚婉婉，你，楚婉婉，楚婉婉，你什么意思？你，早知如此，就该听母亲的话，晚点再将幼儿带回府了。算了，楚婉婉不过就是争风吃醋而已，她为了留在我身边，一定会心甘情愿把持侯府的。世子爷，银松阁那边出事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什么？幼儿，幼儿，你怎么了？肚子又不舒服了？怀郎，这些下人真是不懂事，小事而已，怎的又劳烦你？你的事儿，怎么可能是小事？你们一个个的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夫人身子不适，为何不请大夫？要是小世子和夫人身体若出了问题，你们都别想活！怀郎，你别怪他们，是我让他们别请大夫的。而且方才我喝了安胎药，感觉好多了。不行，还是让大夫给你把脉，我才安心。夫人，您就是太善良了，才会被主院的人欺压。住嘴，小翠！谁准你在世子爷面前胡言乱语的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幼儿，你让他接着说。可是，世子爷，夫人只是心善，不愿计较。这些天，夫人并非不想请大夫，而是不能请。主院那边一句没钱就把我们都打发了，让我们自己想办法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也就算了，就连夫人平日里的衣食，也不过是一些过时的陈旧衣物，吃剩的隔夜菜，堪比泔水。就此理！这个楚婉婉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！来人，把我房里的饭菜都给幼儿送来。世子，夫人听了全府的吃穿用度，您今日房里的饭菜跟楚姑娘的一样。什么？世子爷，可怜我们夫人也是太师宠着长大的千金小姐，若非当年侯府出了意外，早就是世子夫人了，何须受主院折磨？世子爷，您可一定要替夫人做主呀！怀郎，我相信妹妹一定不是故意这般待我的，到底她才是你的妻，都怨我，偏偏要心悦于你。早知如此，当初你大婚时，我不如死在那些绑匪手里。幼儿，我不许你这么胡说！啊！既然世子爷与夫人这般相爱，主院那边又如此善妒，何不趁机休了那边，风光迎娶夫人进门？这样，夫人肚子里的孩子也能成为名正言顺的侯府嫡长孙。幼儿，这件事
或许还要再耽误些时日。幽儿，此事是我对不住你，但是我向你保证，整个威远侯府上下，若是有人对你不敬，我绝对不会轻饶了他。还有我们的孩子，也一定是侯府的嫡长孙。怀郎的难处，幼儿都明白。我只是心疼我们的孩子。还是幼儿懂我。你身体不适，先休息吧。怀郎，幼儿身子无恙，怀郎若是有公务，先去忙吧，不要耽误了正经事。不忙，退下吧。我就在这儿陪着你，哪儿都不去。为何一切都跟前世不一样？怀郎荣获军功归来，不但没有奖赏，反倒落得一身责罚。现在连婚事也……不行，我得找哥哥帮忙，把我世子夫人的位置讨回来。夫人，夫人，什么事儿这么急匆匆的？夫人，是您兄长太师府的大公子来了，他说要请您去花园一叙。有意思，终于有个事儿让我消遣一下了。给我带路，我要过去看看。幼儿也不知妹妹是何时结识摄政王的，听闻昨夜还被单独召见。你说什么？摄政王单独见他？我自己过去便好，你先回去吧。昨日大殿之上，摄政王百般刁难我与怀郎，幼儿心里真是不安。岂有此理！这背后定是那楚婉婉在搬弄是非，才害得你和世子当面蒙羞。幼儿，实在不行，你就跟大哥回家吧。多谢兄长的好意，幼儿心领了。可如今幼儿已怀有身孕，若是就此回府，怕是连累爹娘和兄长，被人看笑话。什么？那你……既然如此，那我要赶紧让楚婉婉把世子夫人的位置让出来才行啊！可妹妹她……哎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考虑她？反正我只认幽儿你这一个妹妹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楚婉婉与楚家只不过是外人，我才懒得管她。谁？说得好啊！外人，兄长这次用得好啊！楚婉婉，你既然来了，为何躲在那假山后面呢？哼，果然是疏于管教，粗鄙不堪，竟做些偷鸡摸狗、见不得人的事。我见不得人，兄长你一个大男人，在背后嚼别人舌根子就光彩吗？你少在这宽于律己、严以待人。果然是不知礼数。这次本来就是你行事不妥，才害了幽儿受了委屈。我今日专门来侯府，就是为了幽儿世子夫人之位。楚婉婉，你在这个位置霸占了3年，如今也该还回来了吧？这话就好笑了。我怎么记得当年是有些人嫌贫爱富，看不上谢怀安啊，才把这便宜位置硬塞给我的呀。妹妹，我不是……不要欺负幽儿。哼，幽儿当年是年少不懂事，不想草草嫁人罢了。我劝你还是自请下堂，主动让位，也算是给自己留些体面。兄长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呢？这私相授受的不是我，无媒苟合的不是我，珠胎暗结的不是我，冒充他人被拆穿的人更不是我。我为何需要外人来成全我的体面？楚婉婉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想让我让位置也可以，那你们得去找他谢怀安想办法呀。只要他肯还我钱，签了和离书，
我立马走。你，兄长，兄长不必过去。妹妹对我误会已深，是我对不住她。哎呦，我的好妹妹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我爱她，只要兄长不误会我便好。兄长，其实幽儿今日邀兄长前来，是有一事相求。你说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我都答应你。妹妹怨恨我已久，断了我房里的吃食。幽儿想求兄长，能否将朱雀姬的2间铺子给我？来日赚了银两，一定如数还给楚家。这个楚婉婉竟敢如此待你！不过，朱雀街的铺子是楚家最好的2间了。兄长若是不答应就算了，也是幽儿自己痴心妄想，怨就怨我自己怀了身孕，才会事事被金钱所累。哎呦，谁说你痴心妄想了？你本来就是楚家人，是我的好妹妹。也罢，我这就回去跟爹娘说一声，改日差人把地契和房契给你送过来。多谢兄长。都是一家人，何须客气。楚婉婉不就是靠着银钱把持着整个威远侯府吗？等我赚到银子，便是楚婉婉退位之时。夫人，今日日头这样大，为什么好端端的要去琳琅斋那么远的地方？去拍一件宝贝回来。言说中，琳琅斋曾拍卖过一件贵人遗物，中拍者自此攀上国公府，一路平步青云。左右无事，不如去玩玩。夫人，您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？我可听说了，太师府上要将家里最好的2间铺子都送给云松阁那位了，说是准备开什么香粉铺子。朱雀街上那2间？就是那2间。当时不是说好了要给您的吗？怎的又便宜了5小姐？原书里，楚清幽凭借着这2间本属于原主的香粉铺子赚得盆满钵满，最后甚至成了京城首富。我倒要看看，这次有我在，这渣男贱女怎么整事。青莲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青莲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范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已经3日，为何没来见我？我已经同你说的很清楚了，你是本该潜心修行的出家人，而我是威远侯府的世子夫人，我们根本就不可能。世子夫人，就凭她那种狼心狗肺、薄情寡义之徒，也能入得了你的眼？更何况，她已经和别人有了孩子。对，即便如此，我也要回去。范生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去琳琅斋。是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哪儿？我想知道，自然有的是办法。是啊。哎呀，王兄，请真请。红色那只鞋，我必定带些好宝贝。你有什么可看好？我就是冲着那件压轴真好。你看，钱袋够了没？这里不是2楼的雅座吗？非达官显贵之人不可进。你不是佛子吗？怎么会有这等权限？狗男女。是啊，听说这里的高。原书中，这对狗男女从没来过琳琅斋，现在出现在这里，难道也是为了云文养和平？先是怀孕，又是拍卖，楚清幽，看来你的身份也不简单。点一盘吧。上次那一波。你干什么？什么时候开始？想吃橘子，我喂你。不用了，自己有手。这可是个稀罕东西。来了。
要开始了。坐吧，坐吧。各位客官，本店今日为大家介绍的第一件藏品，有请。开门会开始了。你看，看看，此物名为金丝嵌红宝石蝴蝶簪，漂亮，大家请看。真不错呀！这真是件好宝，是件好宝。此簪起拍价300两。确实可爱，好漂亮的鸽血红，夫君，你把它拍下来送给我好不好？如此昂贵的发簪，别妄想了，那些都是属于世家权贵们的东西。也不知他会花落哪位夫人手中，想必他夫君一定爱惨了。怀郎，500两。好，500两。500两，谢怀安这个穷鬼，这是打算把侯府的家底掏空。既然想出风头，那今天不如狠狠宰你一笔。800两。这位叫了800两啊！800两。怀郎，妹妹她怎么在这儿？妹妹才是侯府主母，幽儿素来金钗不群，早已习惯了，不如把这簪子让给妹妹吧。幽儿，你说什么呢？今日这个簪子就是你的，谁都抢不走。可妹妹若是生气了，幽儿别怕，有侯府做靠山，你抬价便是。谢谢怀郎。1000两。1000两，1000两啊！1500两，2000两，3000两。一只簪子居然被抬到如此高的价格，楚婉婉就非要和幼儿抢。可方才话已经说出去了，若要幼儿收手，岂不是打自己的脸？怎么，堂堂威远侯府世子，想讨美人欢心，这点钱都出不起吗？3500两。3500两。3500两。你不要了？不要了。有我在，无需为钱担忧。不必了，我就是凑一凑热闹。这簪子啊，我本来就不喜欢。哦，3500两，还有更高的吗？3500两，此簪由这位小姐拍得。哎呀，真是没有想到啊，竟然能拍到这么高的价钱。怀郎，好看吗？幼儿戴什么都好看。恭喜是我。恭喜！那是谁？能坐在2楼雅间的绝非凡人。楚婉婉何时竟结识了这等人物？各位，下一件藏品是本店今日价格最高的一件宝贝。你听，下一件又来了。什么宝贝呀？这有事吗？那我涂掉。此物名为云纹养和瓶。原书中，这瓶子被一位年轻朝臣拍的，后来能受郑国公府提携，主要是因为娶了国公府的大小姐。楚清幽难道以为谁都可以吗？也好，不如让他尝尝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滋味。此瓶起拍价1500两，2000两。幽儿，拍些饰品就算了，你拍个破瓶子做甚？怀郎，3000两，3500两。幽儿，你疯了！哎，这样加价太慢了，我出5500两。5500两，这么高啊！5500两，这么高的价钱，这两位厨娘想必是杠上了，谁也不让谁。是啊，小小一个瓶子，竟拍出如此天价！天价呀！哎，幽儿，不要再叫了。不行，今日不管花多少钱，
这只花瓶都必须买下来。回来，你相信我，6000两。啊，6000两，这么多，这么多，算了算了，没钱了，让给那位姑娘吧。哎，嘘，闭嘴，别说话了。我说过，有我在，你不必担心银钱。哎呀，我也说过的，我不喜欢这些黄白之物。再说了，我是来赚钱的，可不是来花钱的。我是来赚钱的，可不是来花钱的。什么意思？好，6000两，此物由这位姑娘竞得。真是恭喜啊！恭喜贵宾，贺喜贵宾！今日拍得金丝嵌红宝石蝴蝶伞一件，原文养和平一只，总价9500两。二位结清银两，就可以把这2件宝物带走了。不过1个时辰，竟花了1万两白银，府中半数家产就这样耗光了。会了。罢了，往歇再跟怀郎解释吧。当务之急是赶紧去把瓶子送给镇国公夫人。等我搭上镇国公府，赚回这些钱简直是易如反掌。舒小姐，真是好手段啊！今日我琳琅斋赚的是盆满钵满。既然您看出了我是有意抬价啊，那是不是该表示表示？哎呦，瞧我这榆木脑袋，那是自然。请楚小姐笑纳，以后还请常来我们琳琅斋坐坐。你干什么？赚了钱就想跑啊？你都那么有钱了，还跟我抢这点钱啊？这进了我的兜里就是我的，掏不出来一点，你就死心吧。小财迷。国公夫人，请留步。你是方才琳琅斋的客人，找我家夫人何事？妾身楚清幽见过镇国公夫人，方才在琳琅斋无意间得知，此物是夫人祖父的心爱之物，现物归原主，将此物赠与夫人。今日我不惜花大价钱拍下这玉瓶，为的就是这一赠，区6000两就能结识镇国公府这条人脉，日后平步青云，简直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送我？多谢楚姑娘好意，但这花瓶乃楚姑娘高价所得，怎好白拿？秋霜，去取银票来。是。夫人，妾身府上不缺黄白之物，但这玉瓶对夫人来说意义重大。况且今日妾身还有一物要赠与夫人，此物名为幻玉膏，每日睡前涂于面颊上，有美白去痕之效，是妾身不日便要开张的铺子中的镇店之宝。夫人若是喜欢，可常来坐坐。京中人人皆知我脸上的疤痕，用玉瓶给自己的店铺换得我的人脉和活招牌，这楚娘子倒是精明。既如此，楚姑娘有心了。秋霜，收下吧。是。夫人喜欢便好，届时店铺开张，若夫人得空，还请赏光。虽说比预计的多花了将近2倍银子，但只要能搭上镇国公夫人这条线，那便值得。等香粉铺子做起来，今日这1万两白银不过9牛1毛。
怀郎还在生幽儿的气吗？方才你也看见了，幽儿都是为了跟国公府攀上关系。即使如此，今日你也太冲动了。万两白银是全府近半数家产，你让我回去怎么跟母亲和祖母交代啊？怀郎若是为银钱烦忧，就把这簪子拿去当了吧。玉儿没有这些身外之物，也无妨。今日之事是玉儿欠妥了，玉儿这么做也只是为了怀郎能够尽快长家，让怀郎在家中不必看其他人的脸色。等铺子开起来，这些钱一定能够连本带利的赚回来。这簪子既然是送你的，你安心带着便是。只是日后若再有这样的事，玉儿一定提前跟怀郎商量，不会再如此莽撞。那便好，回府吧。夫人，奴婢听说楚清幽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，竟把甄国公夫人请去了他那未开张的铺子。如今人人都在议论，说他手腕了得，都等着他那铺子开张呢。那就让他开呗，我还能阻止啊？夫人，他闹出如此声势，摆明了就是要与您一争高下。等他铺子真开起来，有了郑国公夫人这块活招牌，他岂不是要在府上横着走了？还横着走？你当他是螃蟹啊？算了，一间铺子而已，不是什么大事。这么说，夫人您早有对策了？哟，这不是府上吃闲饭的世子夫人吗？婉婉见过母亲、祖母。婉婉，你还有心情在花园里赏花？你幽儿姐姐可是一大早就去铺子里忙活了，不像你就知道偷懒。这威远侯府可是不养闲人的。偷懒？母亲，这前几年侯府上下吃我的用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我偷懒啊？你是侯府的主母，我儿在外征战，你就应该尽主母之责。幽儿就与你不同，不仅人美心善会挣钱，还马上给我生下嫡长孙。要我说呀，你还是趁早把主母的位子让出来。你给我住嘴！婉婉，你母亲说的话有些难听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近日呢，清幽确实为侯府出力良多，总不好没名没分的住在府上，不如择日就封为妾室吧。祖母说的是。我就知道婉婉最是心胸宽广、大方得体。夫人，从前您辛辛苦苦操持府中生计，他们可有一人感恩您？如今这楚清幽不过就是开了间铺子，他们恨不得把他捧天上去，简直就是偏心的没边了。好啦，为了他们这种人掉眼泪，可不值得。这个时辰了，楚清幽的铺子应该快开张了。备车出府，带你好好看看他的算盘是怎么落空的。走。王爷，可是有他的消息了？没有，王爷，世子夫人从那次回府之后再也没出来过。这个女人当真对我没有一丝挂念。你是说威远侯府的那位世子夫人？就是她。听说那位楚家的假千金现在在威远侯府风光无限，世子夫人被欺压的面都不敢露呢。那也是没办法的事，谁叫人家会赚钱呢？你瞧瞧我这盒沉香粉，就是在新开的玲珑阁买的，花了2个月利银呢。大胆，敢在王府嚼舌根，不要命了！敢在王府嚼舌根，不要命了！他们刚才说的可否属实？是，
听闻谢世子那位外室的铺子今日正式开张，还请了郑国公夫人过去，热闹得很。既然如此，不妨更热闹一些吧。傅一，通知官府，今日是时候好好查查这些铺子了。是，属下明白。好，恭喜啊！夫人，方掌柜来了。夫人，您交代的事我都办好了。敢偷我们如意坊的配方，今日我定让那个玲珑阁吃不了兜着走。方掌柜，今天这出戏唱得怎么样，就看你的了。好啊，只是夫人呐，这我们如意坊是您手下的产业，怎么您一直都不露面啊？这皮影戏落幕之前，幕后操纵皮影之人是不会露面的。属下明白了，您放心，今天这事儿啊，我一定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。欢迎诸位来到我们玲珑阁，托诸位前几日的热情支持，本店今日正式开张迎客。好，慢着！啊，这是谁啊？这人谁呀？干什么呀？这是啊！官爷，就是他们家。他们如今卖的幻玉膏和沉香粉，都是我们如意坊的独家秘方。他们这是明目张胆的窃取牟利呀！哎呦，还有这事儿！胡说八道！这些方子都是我茶饭不思、费尽心思想出来的，他们凭什么说我们剽窃？我们家的方子都向官府备案了，早就拿到了官府的认证书了。你们就是盗版。楚小姐，有什么话还是回衙门说吧。放肆！这可是我威远侯府的人和店，你们怎敢？谢世子，今天就算是侯府的老太君来，楚小姐我们也是要带走的。怎么会这样？前世明明我搬出侯府做靠山，官差就轻轻接过去了，这一世他们怎么竟丝毫不怕侯府？怪不得。玲珑阁都是抄袭的如意坊啊！怪不得，我就说一个刚开张的铺子，生意怎么能好成这样？就是啊，我就是应该是剽窃。这下完了，这楚小姐怕是要吃官司了，说不定啊，连郑国公夫人都要被牵连。对啊，才这么大。不是的，官爷，是他们如意坊眼红我们生意好，故意造谣生事。天下那么多香粉，他们有什么证据说我们是抄袭的？哎呦，是啊，这也没证据啊，空口。大家快瞧，他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。说的也是，对啊，得拿出证据来啊。青莲，告诉张大夫，时机已到，该他出场了。诸位可要替我做主啊！他们如意坊仗着店大，随意污蔑我这小店，搬出官差来砸场子，眼下可还有王法。如今事情的真相还没有查清楚，你们官府就着急抓人，我们威远侯府是万万不会妥协的。这中间该不会真有什么误会吧？不好说。这玲珑阁生意确实好，如意坊眼红嫉妒，栽赃陷害也不无可能。是有道理，那也该把事情调查清楚再抓人。这楚小姐一个女儿身，不明不白被带走了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这是啊，对啊，是啊，我有证据。这又是谁呀？这怕不是又是一个骗子吧？楚姑娘，我手上的这个可是你玲珑阁的幻玉膏。没错，是我们店的幻玉膏。那为何这幻玉膏，无论是香味质地，甚至连里面掺着的干花碎屑，都和方掌柜家的珍珠亮白膏
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。那不过是巧合。诸位仔细瞧，我们两家的香膏颜色根本就不一样。没错，楚姑娘说的在理。这幻玉膏相比之下更白一些，甚至白的不正常。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。什么意思啊？官爷，劳烦您准备2盆水来。好。这是水要开来了，这还能验出来不成？看这怎么能老实着？这是要做什么呀？有鼻子有眼，这怎么都能证明啊？哎呦，啊！快看，你瞧瞧这，这怎么沉下去了？这是为何？是啊，这是为何啊？楚姑娘，你不光抄袭如意坊，你甚至还在这香膏里面加入了害人的毒，还不快认罪？这也太吓人了！加了什么？天哪！寻常的香膏，无论配方用什么，都会迅速溶于水中，而这幻玉膏直接沉入水底，而且跟市面上的香膏相比，色泽还更加的白皙，8成是用了铅粉。铅粉？那是这铅粉为何物啊？这香膏里加了铅粉，又如何啊？使用铅粉，短期之内确实可以起到令皮肤白皙的功效，但是若长期使用，就会中铅毒，轻则皮肤红肿发痒，重则皮肤溃烂。哎呀，我就说，我这2天为什么总是脸红又干又痒的？原来是中毒啊！竟然用铅粉害人，这个楚小姐真不是东西。黑心干的东西，给我退钱！退钱！把钱退给我们！不是这样的，退钱！赶紧退钱！住口！你究竟是何人？在此妖言惑众！哼，我只是一介普通的医者。谢世子即使拿着这香膏到宫中的御医处，得出的结果也是一样的。楚清幽，你不仅剽窃他人配方，竟还拿毒物以次充好，谋取暴利，罪加一等。来人，把人拿下，直接带回衙门审问。这玲珑阁内的所有赃款赃物，一律罚没充公。你们不能抓我，我可是威远侯府的人，镇国公夫人都是我玲珑阁的座上宾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我！大胆！此等害人奸商，也敢直呼我家夫人的性命！镇国公夫人怎么会来？不是夫人您请来的吗？我并不曾邀请国公夫人。什么？秋霜姑娘，是夫人让你来帮我洗刷冤屈的吧？秋霜姑娘，你这是……楚姑娘，我家夫人命我来的，将这只花瓶原物归还于你。夫人说了，多谢你的好意。这幻玉膏，我家夫人用了一段时间，如今脸部红肿溃烂，太医说中了铅毒之症。这镇国公夫人都没犯，就给抓起来！这东西果然有问题。这是楚小姐，我家夫人待你不薄，如今你却用毒物害她。从今往后，你与我家夫人的情谊到此为止。害人终害己，还望楚小姐日后莫要再提及镇国公府一个字。天哪，连镇国公府的夫人脸上都烂了，她那个脸原本……太不像话了，人家对她……你说这如今还怎么见人呢？这不是存心害人吗？就是，把他抓起来，抓他坐牢！歹毒！抓起来！不该是这样的。前世我也和对家父子闹过矛盾，当时我只是稍稍打点就过去了，就闹到这个地步。抓起来！让他坐牢！抓起来！这是害人精，就该把他抓起来！就该抓起来！活该！夫人，快看，楚清幽被带走了。这个毒妇制造毒物害人，真是罪有应得。
原书中这里只是个小窑洞，我不过就是让方掌柜和张大夫推波助澜了一把，却也没想过会彻底让楚清幽下狱。为何总觉得这一切背后有人在推波助澜？夫人，热闹看完了，真是大快人心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楚婉婉，你的手段还是太仁慈了一些。夫人，您的脸需静养，本不必来趟这趟浑水的。现下这一闹，怕不是全京城都知道了您的脸。今日一早，官府来问询关于玲珑阁的事，我便知道要来这一趟。若是牵连到国公府，我怕是要成为千古罪人了。两间铺子打架而已，怎么会严重到牵连国公府呢？以往小商贩闹矛盾，官府是不会来烦扰国公府的。眼下这个情况，只有可能是我们得罪不起的大人物在插手。夫人，您是说……夫人，好像是威远侯世子夫人的马车。国公夫人，妾身听闻夫人因用了玲珑阁的香膏，正饱受铅毒之苦。妾身不才，略通医术，或可解夫人燃眉之急。夫人的好意，我家夫人心领了。不过，我家夫人也有太医诊治，就不劳烦外人了。我知道姑娘对我有防备之心，可身中铅毒，非同小可。妾身愿立下军令状，若治不好夫人的脸，愿受国公府处置；若治不好夫人的脸，愿任凭国公府处置。秋霜，让世子夫人上来吧。妾身见过国公夫人。你真有办法医治我的脸？这铅毒之症，连太医都束手无策。还请夫人先把面纱解下。溃烂的程度比我预想中还要糟糕，看来楚清幽为了赚黑心钱，贪心比之前是更甚。来，这是何物？夫人莫慌，此乃妾身独家秘制的舒缓药膏，可以去红镇痛。我的脸好像真的没那么痛了。世子夫人，这药竟然这么神奇。夫人日后敷上这舒缓药膏，再辅以这份处方上所熬制的中药，您脸上的疤痕也会尽数褪去。你如此费心，是想要什么？夫人，妾身并无所求，妾身只是想知道，夫人今日出现在玲珑阁，可是受何人所托？夫人今日出现在玲珑阁，可是受何人所托？你不知道？还请夫人明示。今日官府的人来国公府传话，话里话外都是说我们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我左思右想，有能力威慑国公府的，多半只有那位摄政王了。摄政王？世子夫人，我多嘴问一句，你可是与摄政王有交情？我与摄政王素未相识。这就奇怪了，摄政王为何对这件事情如此上心呢？
夫人，我们为何要来摄政王府？青莲，你就在这里等我，我要去确认清楚一些事情。王爷，威远侯府世子夫人楚婉婉求见。终于来了，叫他进来。是。这摄政王竟又戴着面具。妾身威远侯府世子夫人楚婉婉见过王爷。免礼吧。世子夫人来此有何事？妾身想知道，王爷屡次三番的帮我，是为何？妾身想知道，王爷屡次三番的帮我，是为何？夫人此话何意？本王何曾帮过你？宫宴上，王爷敲打世子宠妾灭妻，方才在街上，王爷叫官府的人去镇国公府出面。还有那琳琅斋，妾身也查到了，是王爷的产业，素来没有给外人分红的先例。世子夫人果然是聪明人。王爷过奖。本王不是帮你，而是帮我自己。那谢怀安抢了本王心爱之物，本王需要他还回来。恕妾身直言，王爷如今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威远侯府于王爷而言，恰如蝼蚁。究竟是何物让您如此费心，要以这种方式夺取？总有一天你会知道。总之，日后夫人若是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，都可以来找本王。摄政王府将永远为你托底。如星辰难你是我彼岸，万籁斑斓倾诉一凄然，回忆几般飘落那绚烂。那妾身还真有一件事想要请求王爷。你说。妾身想请王爷先放了楚清幽。你就那么喜欢那个男人吗？为了讨他欢心，甚至让本王放过他的外室。王爷误会了，妾身不是为了世子，而是为了自己的钱袋子。此话怎讲？妾身想请王爷给世子带个话，就说5万两白银便可换了楚清幽出狱，到时候钱到手了，我们5-5分账。王爷觉得如何？果然还是那个狡猾残忍的小狐狸。好，本王答应。那婉婉先谢过王爷了。夫人，楚清幽一走，侯府连空气都新鲜了不少。那你就趁这几天好好享受一下吧。再过几天，他可就要回来了。什么？他都下狱了，怎么还会回来？夫人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今日老太君发了好大的火，世子爷正在老太君那儿跪着呢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走吧，我们去看看热闹。带路。婉婉见过祖母、母亲。起身吧。婉婉，你今日为何不在府中？婉婉出府采买了些物件，偶遇了镇国公夫人，闲聊几句，一时忘了时间。你怎么会认识国公夫人？回禀祖母，婉婉为国公夫人治好了脸。楚婉婉，果然是你！夫君这话是何意？婉婉帮国公夫人治好了脸，难道还有错了？你少在这装模作样！要不是你在琳琅阁拍卖时哄抬物价，跟幼儿抢东西，我们侯府的开支怎会如此的捉襟见肘？世子爷这话好生奇怪，那价是姐姐一直在喊，
钱是世子爷出的，婉婉不过是正常拍卖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何错之有？总之你就是阴狠善妒，不安好心。国公夫人的事，你也是在搬弄是非。够了！楚清幽自己犯下大错，若不是婉婉治好国公夫人的脸，保不齐就会连累我们侯府。安儿，你怎么对婉婉说话的？母亲，事已至此，我们该好好想想怎么把幽儿救出来才对。她可是怀着我们侯府的嫡长孙呢。是啊，祖母，幽儿如今怀有身孕，不能遭受牢狱之苦啊。可如今我们侯府示威，哪有那个本事去救她？祖母，孙儿找了之前从军时的伙伴，想救人并不难，只是需要些银两。没想到摄政王行动如此迅速。咋的？还要银钱？要多少？从官府中捞人的费用，加之抄袭如意坊给的赔付，总共5万两白银。啊！什么？5万两？这么多银子，怎么不去抢啊？我们哪有这么多钱？安儿，楚清幽的玲珑阁从开业到现在赚的钱都没那么多，更何况如今都被官府尽数收缴去了，家里哪有那么多钱？这凑不出的话，可以借呀。借？找谁借？夫君忘了吗？这侯府没钱，太师府有啊。父亲和大哥最是疼爱姐姐，断不会眼睁睁看着姐姐在那牢里受委屈的。没错，太师一定不舍得幽儿在牢里受苦，我这就前去商议。快去！夫君且慢。你又有何事？耽误我救幽儿，唯你是问。夫君误会了，婉婉只是想提醒夫君，若是我父亲不同意，你大可以多跟我大哥聊聊，大哥最是疼爱姐姐，一定会把钱借给你的。天色已晚，婉婉就不多打扰了，祖母早些休息。好，下去吧。夫人，您为何还要给世子爷出主意，让楚清幽在牢里待着不好吗？傻青莲，让他在牢里待着有什么好？还不如让谢怀安找我那个便宜爹和哥哥把钱要出来，反正最后都会进我们的钱袋里。等我和离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。可是夫人，你怎么能确定他是否一定会拿钱出来呢？楚太师可不像是会为了楚清幽拿那么多钱的人啊。父亲不肯，我那个便宜哥哥也一定会肯。原书中，原主哥哥一直对楚清幽有不伦的心思，得知楚清幽是假千金后，那份无法宣之于口的情谊只会愈演愈烈。太师，谢世子到了。这么晚了，谢世子来做什么？把人请来吧。是。岳父大人，求你救救幽儿。淮安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起来说话。岳父大人，如今幽儿飞来横祸，急需5万两白银把人赎出来。可是我府中半数家产已经给幽儿买了首饰，小婿实在是没有钱了。淮安呐，你也知道，我们太师府一贯是清流世家，这5万两白银几乎是不太可能拿得出来的。岳父大人，你就当我是借您的，等我赚了钱，我一定还你。淮安，莫要再多言了，
幼儿当初执意要开这铺子，难道是为了我楚家？这本就是你们威远侯府的事。岳父大人，岳父大人，大哥，如今幼儿怀有身孕，在狱中多待一日，这多一日的风险。方才我父亲所言非虚，太师府近年来银钱也亏空的紧，5万两白银已经是我们太师府全部家底了，不可能借你的。大哥，幼儿常跟我说，自小您对他最好了，如今他身陷囹圄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。够了，我可以冒险借给你一部分，但是我要你发誓，日后一定要善待优儿。我不想再看到今日之事再次重演。好，大哥，我向您保证，日后我一定事事以幼儿为先。这是我们楚家的田产地契，加一起一共有3万两。你们侯府再把文玩字画之类值钱的古董拿出去抵押，也能有个2万两。好，为了幼儿，我这就去抵押。务必要把幼儿给我赎出来。还有，此事绝不能传出去，切不可让我爹娘知晓。去吧。今日是家宴，阿儿怎么没来？听闻夫君凑够了银两，许是去接姐姐回府了。5万两白银，为了救这个赔钱货，把家底都掏空了，还欠下外债。祖母，母亲，老太君，夫人，这可是家宴，如此狼狈，衣冠不整，真是晦气。母亲，幼儿在狱中受尽了苦楚，本想回来报个平安，因此匆匆赶来，连梳洗都没顾得上。谁稀罕见，把家底都掏空。秦幽知道自己犯下大错，本该以死谢罪，可腹中还怀着怀郎的骨肉，实在是不舍，只能苟延残喘至今。罢了，你们也坐吧。千错万错，侯府的小曾孙没错，侯府的血脉不容有失。祖母，母亲，之前许诺给优儿妾室的位置一直没有兑现，如今她回来了，是不是该给她留个名分啊？还好意思要名分？那一个进过大牢的外室，难道要侯府遭受全京城的耻笑？幼儿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肚子又不舒服了？怀郎不必担心，之前在狱中拜托狱卒请大夫来看过，没有大碍，只是什么？只是怀的是个男胎，格外闹腾些罢了。什么？你真的怀的是个男婴？好好好，这下我们侯府终是后继有人了。幼儿，你放心，今日就下聘书，我要抬你为平妻。哎，夫君，此事似乎不妥吧？有何不妥？幼儿怀的是男胎，本就是我威远侯府的公主，我要抬她为我的平妻又不好。这楚清幽好歹是我名义上的姐姐，你若抬她为平妻，你就落人口实了。这样，你也把和离书签了，把欠我那些嫁妆钱给补上，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娶姐姐进门了。楚婉婉，你莫要胡闹！我要抬幼儿为平妻，又未曾休了你，这般闪动，我们侯府怎么容得下你？总之，世子夫人的位置只有一个，你若执意不肯与我和离，那先前摄政王判你的宠妾灭妻之罪，你可就坐实了。楚婉婉，你敢威胁我？你真以为我不敢休了你是吧？够了，安儿，不可莽撞。安儿，你跟为娘出来一下。
今侯府连维持吃喝用度都勉强，日后还得从婉婉那里挪出些嫁妆用才行啊。娘，这府上的吃喝用度能有多少，还要看他的脸色。哎呀，府中用度1个月至少3000两，这2个月能够维持下来，还是为娘把嫁妆拿出来冲抵的缘故。什么？怎么会这么多？哎，你之前不涨价，这府内上上下下都需要银子。侯府现在这个境况，你切不可让楚婉婉离开呀。我知道了，娘。可是幼儿怀的是男胎，你不能等孩子出世了之后，还顶着一个卑贱庶子的名头啊！傻孩子，这只不过是稳住楚婉婉的权宜之计罢了。3日之后是你父亲回府之日，到时候让你父亲替你谋个一官半职，不愁没法子斗过楚婉婉。行，我听您的。那便先抬幼儿为妾室。幼儿，你受委屈了。不委屈，只要能陪在怀郎身边便好。哦，对了，祖母，听闻3日后父亲的清修之期就要结束了，我们是不是该去接父亲回府？原书里，谢侯爷因偷放印子钱，被先帝罚去寺庙清修。回府后对原主的嫁妆也是虎视眈眈，隔3差5托运。原主郁郁寡欢而终，与他也脱不开干系。哎呦，那可太好了，我儿终于可以回府了。夫君终于可以回来了，这府中的好日子可算是有盼头了。是。婉婉，那3日后你便同安儿一起去径山寺接侯爷回府。什么？径山寺？您是说侯爷修行的寺庙是径山寺？是啊。啊，安儿的父亲去清修的时候，你还没嫁入侯府，不知道也正常。原书中并未细写过侯爷清修的寺庙，没想到居然是径山寺。可我与佛子大人在径山寺寻欢2年，为何从未见过谢侯爷？祖母，我想带幼儿一起去。胡闹！接你父亲回府的日子，你带个妾室，像什么话？老太君，怀郎只是想让侯爷早些见到孙儿。我出身卑微，不会喧宾夺主的。幼儿，原书中谢侯爷清修回府之日，正赶上摄政王去寺庙祈福，入狱刺客，身中剧毒。看来楚清幽是想去救下摄政王，得到摄政王助力。那便带姐姐一起去吧。那便多谢妹妹了。为何总觉得楚婉婉似乎不怀好意？世子夫人，请。王爷，夫人难得来寻我，可是有什么要紧事？3日后，王爷可是要去径山寺祈福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妾身还知道，王爷路上会路遇刺客，身中剧毒。你说什么？王爷可将此药随身携带，以防不时之需。你怎么知道有刺客？猜的。王爷可信我？你说的我倒是信，不过夫人亲自送来，是在担心我。王爷的身体康健，关乎江山社稷，
妾身自是会担忧。记得不错，3日后便是谢侯爷回府之日，届时你可会去那净山寺？自然，侯爷回府乃是大事，妾身自然会去。听闻那净山寺有位佛子大人，精通佛法，到时候你若感兴趣，可以顺便去找他，为家人祈福。反正摄政王可以提起他，难道是知道些什么？夫人在紧张什么？没有。3日后的祈福，王爷千万要保重自身。妾身告退。楚婉婉，你到底对我有几分真心？各位施主，谢侯爷今日在后山闭关禅修，晚些时候才能出来，还请各位施主在此地静心等候。有劳小师傅了。阿弥陀佛。时辰到了，这次我一定能救下摄政王，立下大功。怀郎，我身子不适，想去后院休息。是不是孩子又闹你了？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？怀郎不必担忧，我自己去便好。好，一定要保重身子。青莲，随我出去走走。等等，楚婉婉，你要去哪儿？自然是去找寺中佛子，诵经祈福。净山寺的佛子大人，向来是高岭之花，素来不为皇室以外的人祈福，你去了也是白去。若是谢怀安知道他眼中的高岭之花与我寻欢两面，不知脸上会是何种精彩表情。那就不劳世子爷费心了。不知天高地厚。怎么回事？前世听说摄政王遇刺后，出现在这里的时间就是此刻，怎么人还没过来？你是谁？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，还负伤，难道他就是大殿上那位不露脸的摄政王？敢问阁下，可是摄政王？你是谁？妾身是威远侯世子的妾室，今日来净山寺祈福。王爷怎的负伤了？途中遇刺而已，无碍。眼下这寺中也没有大夫，王爷若是信得过妾身，可服下妾身做的药丸，有凝血驱毒之效。威远侯府司印，你还真是威远侯府世子的外室。先前在大殿与王爷有过一面之缘，王爷想必不记得了吧？这个蠢女人，竟真的把我这个刺客错认成摄政王，刚好可以利用他脱困。那便谢过夫人了。夫人想要何赏赐？王爷不必言谢。妾身人微言轻，在府中常被政事欺压。若是王爷愿意去侯府中坐坐，我的日子想必会好过一些。本王回府后，一定带上赏赐，登门拜谢。妾身多谢王爷。本王该回府了，夫人留步，无需相送。这下只要等到摄政王上门答谢，府中生计便有了着落，全京城的人都要高看我一眼。楚婉婉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。哼！楚清幽，你可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
夫人，这楚清幽刚才是在跟谁讲话？这里好浓重的血腥味。自然是今日行刺摄政王而不成的刺客。刺客？那楚清幽岂不是勾结贼人？他现在一定满心以为自己立下了大功，正等着摄政王的恩赏，殊不知自己犯下了大错。多日不见，世子夫人越来越聪慧了。见过佛子大人，奴婢先告退了。范生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。玩完冷落范生多日，这又突然出现在净山寺，可是想我了？谁想你了？我是来祈福的。在我们鱼水之欢的2年里，你每次来净山寺，都用了这个借口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一个佛子与我在这儿，不妥吧？有何不妥？你难道不想吗？自是不想。真是美色误人，明明都说了要断绝关系，却还是一次次受不住诱惑。婉婉，你什么时候合理？你怎么知道我要合理？你不爱谢怀安。爱与不爱又如何？这天下相看两厌，将就过日子的夫妻多了去了。但你不是可以忍受将就的人，你生来聪慧、独立，绝不是随波逐流之辈。倘若我只是爱财呢？那便更不可能。你名下房产遍布京城，论钱财、家底，侯府远不及。你派人查我，因为我想知道我究竟输在哪儿。婉婉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侯府继续纠缠，但无论以后会发生什么，我会永远站在你身后。范生，等这一切结束后，我一定与你解释清楚。好，我等你。注定就此飞蛾扑火。婉婉，你诵经祈福去了这么久，不会是去后院偷懒睡觉了吧？猜的倒是挺准。世子爷怎么还操起我的心来了？莫不是又想打我嫁妆的主意了？谁稀罕你的嫁妆？楚婉婉，我告诉你，刚刚幼儿无意间救了摄政王，等王爷回了府，必定会提携我们侯府，谁还需要你那仨瓜俩枣？是吗？那真是恭喜姐姐了。多谢妹妹，日后在侯府还望妹妹行事思虑周全，不然得罪了摄政王，我可不好帮你说话。各位施主，谢侯爷到了。阿儿见过父亲。我儿长大了，也愈发历练了。为父都听说了，我儿从军3年，立下军功，
真是我侯府之幸啊！儿，这两位是？儿媳楚婉婉，见过侯爷。不错，不错，不愧是太师的女儿，大方得体。儿媳楚清幽，见过侯爷。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父亲，这些年我一直心悦幽儿，她如今是我的妾室。儿，婉婉才是太师府的真千金，她手中的嫁妆财产是我们侯府的数倍，你怎么能这样糊涂啊？父亲，幽儿已经怀了我的儿子，您的金孙。罢了，那你务必要稳住婉婉，稳住她手里的财产。儿明白。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就先回府吧。不对劲，夫人，什么不对劲？谢侯爷才刚从净山寺出来，开口闭口便都是钱，面相贪婪，这哪里像是一个清修3年之人应有的气质？可是夫人，谢侯爷不是一直待在净山寺的吗？原书中这位谢侯爷笔名不多，只知道他回府后大肆理财，花销是常人的数倍。你看方才谢侯爷的手，指甲泛黄，指腹发黑，手指边缘有老茧，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。夫人，您的意思是？青莲，去查查净山寺附近的赌房，谢侯爷手上老茧的位置，只有常年摸牌的人才会有。夫人，您的意思是，谢侯爷这3年一直流连在赌坊？可是侯爷哪来这么多钱呢？青莲，你忘了，侯爷离府之时带走了侯府接近1半的家产，这也是为何我嫁入侯府的时候，侯府一贫如洗，几近空壳。如今侯府的私产已经被我算计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利用谢侯爷把谢家彻底赶出侯府。今日我儿回府，大家无需拘束，好好热闹热闹，为我儿接风洗尘。孩儿不孝，辛苦母亲操持府里了。好啦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快坐下吃饭吧。吃饭。来人，这厨房怎么做菜的？菜都酸了，还不端下去重做？侯爷，最近一段时间为了节省开支，府中吃食一向如此。节省开支？可笑！我侯府什么时候连顿饭都吃不起了？原本还是吃得起的，若不是就这个赔钱货，何至于只有这些不新鲜的食材当吃食？母亲，事情都过去这么久，而且今日幼儿在净山寺立了一件大功，说不定这几日我们能得到摄政王的赏赐。摄政王？怎么回事？摄政王？怎么回事？回祖母，幼儿今日在净山寺时，无意中救了遭刺客行刺受伤的摄政王，王爷许诺亲自登门拜谢。那摄政王什么时候登门？摄政王的赏赐一定不会少。恐怕这2日是不行。为何不行？听闻那刺杀摄政王的刺客本要被抓，却因为在净山寺遇到了同谋相救，躲过了摄政王的追捕。摄政王这2日恐怕要忙着抓刺客了。那歹人居然有同谋，这要是让王爷抓住，那可都是要砍头的死罪呀！谁说不是呢？姐姐，你此番救下了摄政王，可真是立了大功一件。那我们侯府岂不是马上要成为摄政王眼前的红人了？对呀！哎呀，我就说嘛，幼儿怀着我的金孙，定是福气深厚的福星啊！不像有的人
守着自己的嫁妆，防家里人像防贼一样，生怕我们侯府过得好一点。母亲，如今这侯府可不是由婉婉掌家，这吃穿用度都是夫君在操持。急什么？这2日摄政王给尤儿的赏赐就下来了，这一切就能迎刃而解了。这过几日便是老太君的寿辰了。往年啊，祖母的寿宴都是由婉婉的嫁妆操办的，今年由世子爷亲自操办，想必会比往年风光体面不少吧？那是自然。好啊，那婉婉便拭目以待。婉婉还有事，就先告退了。怎么样，查到了吗？夫人，径山寺山下确实有一家赌坊，我拿着侯爷的画像去问过了，侯爷确实是那里的常客。当年从府里拿的银钱，这3年赔了个精光。果然。备车，我带你去逛逛京城最大的赌坊。夫人，您确定侯爷会来这里吗？嗜赌成性的人是不会戒赌的，只有最大的赌坊才能满足他日益贪婪的野心，所以他一定会来。姑娘，你是第一次来吧？想玩点什么？老板，我不是来玩乐的，我想跟您谈桩生意。什么生意？这间赌坊我想盘下来。钱我有的是。姑娘，你莫要说笑，想盘下这家赌坊，光有钱可不行。还要有什么？你知道这间赌坊背后的主人是谁吗？是谁？是我。世子夫人，好巧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里也是王爷的产业？准确来说，这一条街都是本王的产业。王爷，方才这位姑娘说想盘下赌坊，您看这……去拿地契给这位姑娘。王爷，你真要盘出去啊？不是盘出去，是送给这位。王爷，无功不受禄，我怎可收您如此重礼？一间赌坊而已，况且日后我与夫人也没有你我之分。王爷此话何意？妾身愚钝，不能领会。日后你便会知晓。眼下夫人只需拿着地契，去做你想做的事便好。那妾身先行谢过王爷。世子夫人，你上次去径山寺，可曾有去找我说的那位佛祖大人祈福？妾身去过，不巧没有见到那位佛子，想来是缘分不够。原来如此，那夫人有空可以常去看看。妾身会的。你说什么？楚婉婉在街边与野男人私会？小翠，你当真看见楚婉婉和野男人私会？奴婢亲眼所见，那野男人跟夫人在街边聊了好久，那野男人还冲夫人笑呢。太好了，我争吵怎么让淮安名正言顺地休了他，他倒是自己送上门了。小翠，你去叫世子爷来一趟。是，夫人。楚婉婉，你就等着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怀郎，
尤儿，这些是？这些菜都是我亲手做的，你快尝尝，味道如何？尤儿有些吗？尤儿，你可有话想说？怀郎，我近日时常做梦，梦见我腹中的孩儿出生时被人耻笑，说是外室所生，无名分的庶子。谁敢？你腹中子就是我侯府的嫡长孙，谁敢耻笑你？也怨我出身低微，不能像妹妹一样以正室夫人的身份嫁入侯府。我可怜的孩儿，终究是被我连累了。幼儿，我也想抬你为正室，可是眼下府中银钱不足，摄政王给你的赏赐也迟迟没有下来，必要之时，我们还需要楚婉婉的嫁妆托底。可妹妹现在把嫁妆藏起来了，我们根本就动不了分毫。虽说如此，但是他毕竟对我用情至深，若是侯府出现了危难，他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怀郎，我本不愿告诉你，可我实在不忍婉婉将你欺瞒至此。其实婉婉在外早就和野男人私会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怀郎，想必妹妹定是一时糊涂，你可千万不要怪她呀。怪不得我刚回来教育我合理，原来早就跟别人偷情去了。怀郎，妹妹犯的可是七出之罪，这要是换了旁人，早就被夫君遗弃，孑然一身离开夫家。孑然一身，对呀，按我朝律法，女子若犯七出之罪被休弃，财产将全留给夫家。怀郎，你怎么了？无事。世子爷，侯爷有事找您，要您过去一趟。幼儿，我先去寻父亲，你先歇着。好。发生了何事？夫人，您落红了。此事你若敢说出去一个字，夫人您放心，奴婢就当没看到，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拿去外面处理干净，别让人看见。是，夫人。孩子没了的事就快瞒不住了，一定要让怀郎抓紧休掉楚婉婉才行。父亲，您找我。安儿，你来了，来坐。父亲，您找我来所为何事？我去净山寺清修3年，这朝中的人脉关系已然淡薄。如今若想重新联系，便要多使银钱。只是眼下我手中实在是不宽裕，你看能不能？什么？父亲，前几日我不是刚给了您银钱吗？您这么快就用完了？要联系的就有很多，需要银钱的地方自然也多。再者，我这联系旧友，可都是为了你呀。安儿，你如今在朝中并无一官半职，得来的军功也被没收了，要想谋个前程，自然得多使银钱。父亲，您说需要多少？白银3万两。3万两！如今府中连3000两的吃喝用度都发愁，上哪儿去弄这么多钱呢？不是还有这宅子吗？如今府中是你掌家，你把这宅子的地契给我，为父自有办法。儿，一套宅院换个好前程，这买卖可不算亏呀。
好，父亲，我答应你。好，那你赶快去准备一下。嗨，眼下手里1分银钱都没有，还欠下了外债，看来只有用诱饵的法子抑制休书，让楚婉婉把家中给吐出来才行。夫人，您真是料事如神。赌坊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是这几日侯爷在赌坊已经前后输掉了近1万2白银，听说呀，马上要把宅邸也押出去了。继续盯着，我要让他输到拿不出一点东西为止。对了，夫人，奴婢刚才在外面看到迎松阁的侍女在偷偷摸摸烧着什么东西，我跟上去一看，竟全是被褥，还带着血迹。这楚清幽本就是不容易受孕的体质，流产几率极高，当初怀孕恐怕也是吃了药才怀上。那我们赶紧去告诉老太君，还有世子爷，孩子没了，说不定可以让楚清幽彻底滚出侯府呢。不急，他要瞒便瞒着，等到谢淮安最绝望的时候，再告诉他这个消息。楚婉婉，你睡了吗？楚婉婉，你睡了吗？明日就是老太君的寿宴了，我已经准备睡下了。开门，本世子有事找你。世子爷还是请回吧，你我之间除了和离没什么可聊的。哦，借钱更是门都没有。好，合理就合理，真以为本侯府离不开你了？那世子爷还是准备好和离书吧，正好明日当着诸位宾客的面宣布。到明日的寿宴上，我定要一纸休书，让他被外人唾弃。哼！老太君您啊，真是有好福气。我一进来呀，就看到世子爷站在门口，亲力亲为的操持寿宴，真是孝顺呐。都是孩子们瞎张罗，让各位见笑了。是啊，往年祖母的寿宴都是由我的嫁妆钱置办，自然不用事事亲力亲为，这场面啊是更气派些。这往年婉婉本想出些银子尽尽孝心，可母亲和世子爷体恤，非说这钱啊日后一定要还我，不能让我吃亏了。您说是吧，母亲？是，多谢母亲体恤。楚婉婉，你不用在这阴阳怪气，府中只是最近不够宽裕，等摄政王的赏赐下来，你那些嫁妆钱又算得了什么？是啊，妹妹，我一早便给王府递了请帖，想必今日王爷一定带来丰厚的赏赐来侯府拜访了。摄政王的赏赐，那可是莫大的殊荣啊！当然，幽儿那日在径山寺救下了遇刺的摄政王，摄政王说了会亲自来我们府上登门拜谢。谢夫人，你能有这样的儿媳，真是令人羡慕啊！我看啊，这侯府以后门槛都要被踏破喽。诸位过奖了，幽儿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妾室，远不及妹妹操持侯府辛苦的万一。幽儿虽说是我儿的妾室，但比起只会吃饭不会下蛋的正妻，不知道好了多少倍。摄政王到！来了，摄政王一定是来兑现承诺，登门拜谢了。参见王爷。参见摄政王。王爷。世子夫人，我们如此熟人，你又何必行此大礼？妾身多谢王爷。什么？楚大娘子竟与摄政王是熟识？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对摄政王有救命之恩的，难道不是清幽姑娘吗？楚婉婉怎么会和摄政王如此熟稔？不行，今日绝不能被他抢了风头。平身吧，本王今日前来，乃是为了祝贺老太君的寿宴，各位不必拘束。王爷愿意赴宴，真是侯府之幸。我记得你，你是楚太师府的大小姐。
也是谢世子的那位外室吧？王爷还记得我啊？当日径山寺，妾身只用一些自己调制的粗劣伤药救治王爷，还望王爷见谅。王爷，微臣那日得知此事后，常常教导妾室，莫要挟恩图报。侯府不敢以救命之恩自居，能救下王爷，是我侯府的荣幸。哪门子的救命之恩？侯府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，还想颠倒黑白，找本王要赏赐不成？王爷，你说什么？说起这个，本王倒是有一份礼物要赠与侯府。来人，侯府外室楚清幽勾结叛贼，即刻捉拿入狱。来人！怎么会这样？王爷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幽儿她只是一介妇人，她怎么会勾结叛贼呢？王爷，妾身冤枉，妾身冤枉啊！冤枉！当日在径山寺行刺的刺客已经捉拿归案，他已交代那日在径山寺行刺时，是威远侯府的人助他脱困。行刺？难道当日我救的人不是王爷，而是……王爷，这不可能！我们威远侯府世代忠良，怎么可能勾结叛贼？是吗？这便是从那刺客身上搜出的证据。此药曾经只在侯府外室经营的玲珑阁售卖。王爷，这也不能说明是幽儿所为啊！此伤药在玲珑阁人人都可以买得到的。世子说的有理，不过此伤药底部印有威远侯府的印章，足以证明此药出自侯府。王爷，妾身可以作证，这丝印的确是侯府的丝印，且不在市面上流通。而这丝印最后一次出现，就是在姐姐的玲珑阁。当日我特意在药瓶底部上印上印章，就是为了能提醒王爷救命之恩。谁知我救下的竟是……事到如今，威远侯府是自愿与楚清幽同甘共苦，还是划清界限？各位还请思量清楚。安儿，我们威远侯府世代忠良，眼中容不得沙子。外室楚清幽，即日起再与威远侯府无关系，还请王爷秉公处理。老太君果然行事狠厉，任何威胁到侯府的人都会被立刻处置。怀郎，怀郎，你救救我！我这些都是为了侯府啊，怀郎。安儿，这外室女犯下如此大错，莫要因为儿女情长，毁掉整个侯府的清誉。怀郎，我是冤枉的，我这腹中还有你的孩儿，怀郎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哼，比起对朝廷的忠诚，一个未出生的孩儿算什么？威远侯府果然深明大义。带走。怀郎，怀郎，你救我！怀郎，幽儿，怀郎，你救救我！幽儿，怀郎。世子爷，处理完了外室的事，是不是该聊聊我们的事？我们的事情，我一早便提出了要与世子爷和离，方才世子爷和夫人也当着诸位宾客的面说了会还我嫁妆。世子爷说话可还算数？楚婉婉，你现在过来和我谈和离，岂不是落井下石？世子爷昨晚还在我房前放话，说答应要与我和离，现在有变化，岂不是言而无信？好，楚婉婉，这是你逼我的。昨晚我是答应你，不过我今日签的不是和离书，而
而是休书。侯府休妻并非小事，谢怀安，你可有正当理由休我？是啊，楚大娘子为侯府操持3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怎可随意休妻？好，今日我就当着诸位的面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刚好王爷在这儿，也做一个见证。自然，本王也想知道世子夫人为何被休。无妻处事，私会外男，胡敬夫君，犯妻出之条。今日我便要休了他。什么？私会外男？楚大娘子竟然能做出如此不知廉耻的勾当，怪不得近日谢世子要休弃他，犯了妻出之条，活该被休。谢怀安如此肯定，难道是范生的事暴露了？没错，楚婉婉犯了妻出之条，我侯府的一针一线都不许带走，还有你的嫁妆、财产都得归侯府所有。好啊，听来听去，原来你们侯府还是算计我的嫁妆，妻出之罪，私会外男。谢怀安，你可有证据？当然有。来人，把小翠带上来。奴婢小翠见过诸位贵人。小翠，把你知道的说出来。2日前的午时，奴婢去集市采买胭脂，无意间发现夫人和一看不清面容的男人在街边举止亲密，不似寻常关系。 2日前的午时，这位姑娘说的外男，该不会是本王吧？王爷，你说什么？2日前的午时，本王与世子夫人在街上商谈一桩生意，没想到竟被世子误会成奸夫。不，微臣不敢，不敢！偌大的侯府，早要污蔑到本王头上，还有什么不敢的？来人，把这个满口胡言的奴婢给我拉出去卖了！胆敢造谣摄政王，你胆大包劝你！奴婢知错。王爷，你要相信，安儿也是被这些下贱的奴才蒙蔽了，才口出狂言。请你看在我们侯府世代忠良的份上，饶恕安儿吧。老太君，这话您对世子夫人说。她若愿饶恕侯府，本王自是既往不咎。婉婉，要我饶恕侯府，也不是不行。青莲，只要世子爷签了这和离书，并承诺7日内会还清我的嫁妆，今日之事，我可以一笔勾销。7日之内，我上哪去弄这么多钱？那就要看世子爷的本事了。我言尽于此。摄政王的事，侯府根本得罪不起，不如先签下来。父亲那边已经在找人疏通关系，只要我能进入官场，不要楚安王的嫁妆，又何妨？多谢世子爷成全。既然事情已经解决，本王就不过太多的叨扰。各位尽兴。恭送王爷。恭送王爷。我那10万两嫁妆，王爷可别忘了。这个恶毒的妇人！我告诉你，我父亲已经去疏通关系了。等我当朝为官那天，我侯府今日受到的冤屈，我都要让你尝一遍。好，我会等着你的。走。孽障，祖母，孽障啊！祖母，母亲，祖母，母亲，快
还不去请大夫？夫人，您这么着急来净山寺做什么？来给他期待已久的问题一个答案。青莲，你就在这里等我。王爷怎么会在此？王爷怎么会在此？你可是来找范生的？是。看来谢世子说的没错，世子夫人果真是犯了七出之罪。王爷猜的没错，妾身与范生早有私情，妾身犯下了大错。王爷若是要责罚，妾身愿意承担。谁说本王要罚你了？那王爷来此是为何？本王想问你一个问题。王爷请讲。本王心悦于你，若是本王让你在我和范生之间选一个，你选谁？王爷恕罪，妾身早已心有所属。跟着本王，你会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，享不尽的滔天权势。楚婉婉，你真的不心动吗？妾身自是心动，但妾身也明白，钱财和权势换不来真情。若无真情之诚，那结局与我与谢怀安又有何益？楚婉婉，你终于对我说真心话。王爷，此话何意？你是范生？范生，婉婉，我等了你好久。那之前你对我的种种帮助都是有意为之。若是不这样安排，怎么样把你这只小狐狸骗到手？婉婉，虽然我对你隐瞒了身份，但我对你都是真心的。金贵自持的佛子大人，为了我甘愿下山，卷入那明争暗斗的朝堂，这份真心我自是信的。夫人，刚刚赌坊那边传来消息，谢侯爷输光了所有钱，为了躲债，今日一大早就跑出京城去了。很好，接下来就等着侯府那边传来更多好消息了。哎呀，你父亲这是去哪儿了呀？楚婉婉离家，你祖母要被气病，这府里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父亲肯定是跟朝中好友相谈甚欢，说不准一会儿就带好消息回来了。夫人，夫人，不好了，门口来了好多讨债的赌客，说是侯爷欠他们赌债，上门讨债来了。什么？全都给我搬空！大胆，这可是侯府，你们怎么敢擅闯？侯府又如何？谢侯爷把你们侯府所有上上下下值钱的东西都已经抵押上了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赌坊？这怎么可能？父亲明明是去朝中找好友疏通关系了，怎么可能去赌坊？不行，我要去寻我父亲。哎，师弟，我劝你不用去。谢侯爷在赌坊欠下的赌债已经太多了，他今早一早起就已经坐上马车逃离京城了，你找也没用。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谢侯爷在净山寺脚下最大的赌坊一赌就是3年，坊间人人都有传闻，说你们侯府所有的钱都已经被败光了。兄弟们，小心点，搬完东西我们就走。不能搬，不能搬，不能搬，不能搬呐！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母亲，母亲。婉婉，你回来了。之前都是母亲对你不好，识人不清，错把楚清幽那个赔钱货当珍珠。你回来跟安儿好好过日子好不好？谢夫人误会了，婉婉此次来是来收回侯府的这套宅子和府中的田宅地契。楚婉婉，你别欺人太甚，这侯府
是我们谢家的家产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收走了？哎，那日侯府答应还我10万两嫁妆，却迟迟没有音讯，于是我便状告了官府。现在官府有言，你们侯府的这套宅子已经被侯爷输光，府中的所有田宅地契以及值钱的东西都抵押给了我，你们谢家都给我滚出去！来人，把谢家的人和东西都给我扔出去！这座宅子今后姓楚。这不是侯府的谢世子和谢夫人吗？这怎么被丢出来了呀？你还不知道？看看牌匾吧，这宅子往后姓楚了，楚大娘子的楚。呸！这是活该！早就听他们说他欺负楚大娘子了，还偷人嫁妆，宠妾灭妻。就是活该！赶走吧！真是活该！呸！夫人，听说这太师府上最近可热闹了，不仅府中银钱亏空，不得已抵押了地契，就连楚大公子为了救楚清幽，还叫人去劫狱了。现在呀，也被收押了。您说这楚清幽哪来这么大魅力呀？楚清幽就像攀援的藤蔓，对于楚战和谢怀安这种自大无能之辈，最具吸引力。那个谢世子还真是蠢货一个，那李二骗他说能把他那个外室的孩子给带出来，他还真信呢。那孩子早都掉了，怎么可能带得出来？哼！这个李二坑走了谢世子卖爵位的最后一笔钱，可怜的谢世子还在那等着消息。二位官爷，请问那谢世子现在在何处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不用等了，那个官差不会来的。楚傲安，你一定要跟我作对什么？我只想要我的儿子，我有什么错？我有什么错？我来就是告诉你，楚清幽的孩子早就掉了，他天生体质就不能受孕，所以你的孩子本就出不了世。你被楚清幽蒙骗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在骗我，你就是想要报复我。信不信随你。青莲，我们走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世子爷不是喜欢楚清幽吗？他为何只管自己的儿子，而不想办法把楚清幽也带出来呢？谢怀安那样自私，顺风顺水的时候还好说，如今落入谷底，怎么可能还愿意花钱捞楚清幽？不好了，有人跳河了！快来人啊！是谢世子，谢世子投河了！奴婢去后厨看一下今日的伙食，就不打扰王爷跟夫人了。啊！婉婉打算何时归家？这里就是我家，王爷若是想我，便可以搬来与我同住。你让我放着偌大的摄政王府不住，住这侯府？怎么，王爷不愿意？自是愿意，有你的地方便是家。那我们回家。好，回家。